在個講到節目嘅現場，繼續新聞還有單元咧，關注嘅係美國嘅大選，兩間嘢嘅變化進行動態哦。然後呢，民主黨係正式嘅提名咧賀錦麗韓國法治代表嘅人出來傾選。但係後續呢，對於民主黨嘅選情來講呢，係用班來呢，韓國呢未來美國嘅選舉會係有選發展咯。今日有請到嘅係精泰國關中心嘅楊金城教授為大家來做解釋。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老師，我們看這次民主黨大會已經正式提名賀錦麗跟華資了嘛，對不對？那看起來聲勢很好，然後根據一些民調也顯示說，這一組這樣搭配，在這個很多搖擺州其實都已經有翻盤的跡象了。那其實以我的例子，我的身邊有朋友剛好住美國，他說他本來不想投票的，後來換賀錦麗上來之後，他突然想投民主黨了。老師，你怎麼看？就是現在的民主黨聲勢正旺。我覺得當然就是因為。確實啊，拜登老了啊，然後在辯論之後，感覺上真的是無論是心智或者體力，可能都不太能夠再負擔4年的總統。那所以民主黨這些選民，特別一些年輕的選民啊，開玩笑在講，他們說他比我的 grandpa 還老啊，就說他們就覺得說沒有辦法再接受，所以他們有對政治有一種冷漠。那他們就可能不出來投票，可是換了賀錦麗之後，再加上整個的造勢啊，包括這些年輕的這些偶像歌手啊等等來幫他助選啊，讓他使用他們的歌，感覺上年輕人的這個回歸了啊。那我們知道民主黨很需要年輕的選票，過去啊，我們常常看美國選舉就是有2個的，就是我們叫做差異啊，一個就是性別。性別的差異是女性大概多投民主黨10%左右，超過共和黨。那年輕人也是，特別是有教育水準的年輕人啊，大學以上的，那個差距很大。那可是這一次，如果這些大學以上的，第一個啊，他們對這個拜登年紀很大，可能沒有那麼大的熱忱；第二個，可能對處理以色列的問題，他們也不是很滿意，所以興趣不是那麼大。那感覺上，賀錦麗至少在中東的議題上面是比較稍微平衡一點，雖然他也是說我支持以色列有捍衛自己的權利，這是美國基本國策，對基本國策了。但是他就說我對他的方法啊，我覺得還是要檢討。那我覺得這一句話講出來，至少不是一個我們說完全空白支票的來支持嘛。哦，那這個對年輕人來講稍微好一些，那不一定能夠完全得到那個阿拉伯裔的支持，但是我覺得大概。至少你去比嘛，就是對阿拉伯裔的來講，你賀錦麗重要還是好，還是川普好，他們可能還是決定會支持賀錦麗。所以感覺上少數族裔女性啊，特別是這個有教育受過高等教育的啊這些年輕人，大概都回歸了。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就是你知道他們做辯論的時候啊，就要找一個族群，說是目前為止都還沒有。決定要投給誰，是，然後看這場總統辯論之後，然後那個訪問他們說啊，你們到底有沒有改變你們的想法，有沒有想要投誰了？他說找不到高等教育年輕女性，啊，20-30歲的，因為他們已經都決定了啊，所以這個是蠻有意思的部分。老師，那是不是這次他副手其實華資也選得不錯？哦，我覺得選華資啊，大家都一開頭認為，我自己也覺得說，如果就是你為了贏得鐵鏽區，你就選賓州的州長嘛，因為密西根州長也很好，可是又是女性啊，就不夠互補。那賓州的蠻互補的，然後再加上有19張選舉人票，那而且他的支持度很穩，這個賓州一定能夠幫你贏下來。那可是他最後沒有選這個 Shapiro， 他選了 Watts 啊 ，Watts 是明尼蘇達州長期從1972年之後就沒有投過共和黨啊，那50多年都沒投共和黨。那現在雖然上一次2016年的時候川普非常接近，希拉蕊只贏了1.5個百分點，可是2020年的時候拜登又贏了7個百分點，所以看起來是一個比較偏藍的州。所以你不需要華資來幫你鞏固這明尼蘇達10張選舉人票。可是我自己的觀察，我是覺得華資跟賀錦麗你個人的互動那個感覺啊，就是一種很自然的東西。就是我跟誰對盤了，對，那我覺得華資比較容易對盤啊。那所以賀錦麗選草根的個性，然後他基本上，而且他感覺上就不像是一個
好像会压到你的头上，他就做一个我们讲 cheerleader 很好啊。那他这个随和的个性，所以我觉得贺锦丽，因为每一个副手啊，我们就说都要通过一个跟他的 interview 嘛，面谈一下。那我在想，贺锦丽一定觉得说这个人，他说是我除了公务之外，我可以跟他一起有个聚餐啊，甚至我们吃饭的家庭我可以跟他互相有来往，就是这样一个比较亲切的人。那这个关系啊，就是跟他出去竞选的时候，你感觉上他大概都会知道啊，你下面要说什么，比较能够两个人互动起来啊，会天衣无缝了。我觉得是这个原因选了他。老师，那你认为说现在贺锦丽是属于在一个因为刚换将上来的蜜月期嘛？因为其实有些分析也是说贺锦丽在政策上面的论述其实不够清楚嘛。然后还有包括他自己又是有色人种、女性的身份，那你要怎么争取到真的要纯白人的这种选票，其实是一个困难。老师，你怎么观察这部分？我觉得当然你要去强调啊，他也提到说他们会来，就是说在中产阶级跟这个弱势族群里头，第一个税的问题啊，不会去减那个富人税嘛，这样川普就是还要让富人少付税。那这个他们不会，然后再加上他会提供在这个医疗照顾、在防止这个，然后降低这个，希望能够在更多降低通膨，就是真正去关心他们的需要、教育的需要、住屋的需要、生活的需要，然后最重要医疗的需要我觉得这些是中下阶级大概被这几个背在身上，所以他们现在打的就是很民生的东西，比较民生的东西。那至少就是说，你今天看到的是他找的这个华资副手是从中西部然后完全没有显赫的学历这是第一次民主党。你看看过去我们说从老布希到这个克林顿，到小布希，到奥巴马，到甚至到我们讲说到川普，全部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那拜登算是普通的学校，一看，结果今天一看这个，我们讲说华资跟这个贺锦丽是 Harvard 是黑人的大学，那不算是顶尖的名校，但是还不错的学校。华资的学校更普通了，他在 Nebraska 念的大学几乎是。我们开玩笑，他叫 Open Admission， 就是谁去读都可以读的一个学校然后他硕士在现在叫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我们只听过明尼苏达大学，那是好学校，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就很差了那他普通的学校，所以你感觉上他就没有什么威胁性，没有那种精英的傲慢你看那个我们讲说，这种更容易吸引共和党的这个副手J.D. Vance 范斯，他虽然 Ohio State 毕业，也算是 Ohio 最好的学校，然后再读一个耶鲁的法学院，哇，还是有那种精英的感觉。对，他虽然出身很微弱，就那奥巴马也是一样可是奥巴马是哈佛的，对不对？所以你到最后看都有那种东西两岸精英的问题，可是华资就没有，所以我觉得刚刚你提到。华资可能是可以帮忙去吸收这些白人的选票，因为感觉上他就是跟我们一样，他会帮忙你如果说譬如说我今天在修车，对换机油，他说你这个换方法不对，他会来指导你一下。我在美国碰到很多这种就是这种好邻居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对。接地气来讲，我觉得贺锦丽需要这样一个副手。是，老师，我们稍微岔出来一点，说这次民主大会还观察到一个重点，是他把他的党纲，把这个6项保证、一中政策再度的加回去了。老师怎么观察这件事情？就是说，未来他是要跟这个川普做出一个区别那谁当选对台湾比较好？我觉得川普这一次共和党党纲非常短是不是为了配合他？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大而化之嘛就是抓重点就好，所以那个党纲只有30几页，都是好像有点像是大纲式的没有那么细节。那民主党有90多页，那这次把上一次漏掉的这个民主党把上次漏掉那个一中6项保证，这6项保证把它放进去了。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过度的解读这个，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从过去美国最早是谈一中政策，3个公报，1个台湾关系法。那后来看到共和党的议员把这个6项保证从雷根时代的口头转述变成文字化了之后，然后就从那个
通过的决议有6项保证之后，变成了当年2016年的党纲。那我觉得现在就已经变成一个大家觉得说放上去一点都不违和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突破。但是如果今天你要问我说民主党或共和党谁会比较我对台湾有利，我自己的观察是说，假使是贺锦丽当选，那他如果继续追求拜登的路线，大概没有什么大的意外啊。是。那然后，如果他真的有想对台湾有些不利的话，那共和党的亲台的议员是不会放过他。那民主党也有很多亲台湾的议员，所以我觉得国会会有一个制衡的力量。可是川普就不一样，川普的这个不确定性太高，我们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所以我们不要讲别的，先不要讲说中国的问题，光是他的这个关税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就对台湾，特别台商在大陆啊，对整体台湾都有一些影响哈。这是经济上面的，它可能会造成，然后它这个就我们想说减税也好，或者让这个美国的这个，说不定就会让我们全世界陷入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最严重的就是说，如果川普当选，对台湾有些不利的政策，我还看不出来共和党的国会议员能够来制衡他。因为他们都已经现在共和党就是川普党嘛，他就贴上去了嘛。对，他们就没有办法，好像来谴责川普了。民主党的议员，我觉得会有一些表现啊，但是即使是贺锦丽当选，他们都会表达他们支持台湾的立场。可是共和党的议员好像都少了那个伎俩了，现在都没办法跟川普来抗衡，所以我宁可贺锦丽当选，让支持台湾的共和党议员在国会里头成为一个制衡的力量。老师，你看这次的这2个月的变化真的很大嘛，包括惊奇连有美国媒体形容说，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一个惊奇的夏天。从这个川普中弹，然后拜登退选到贺锦丽上来，然后现在那个小甘乃迪又传出也要退选来支持川普。老师你怎么看这个10月惊奇是不是提早出现了？提早出现了，还没发生啊。当然，我觉得他如果在越晚退啊，可能会有更多的惊奇。那最主要，我认为就是第一个，他现在发现募款也有问题了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他的这个支持者里头看到的这个支持率啊，从过去最高时候10%，现在已经掉到3%、4%。那再选下去，大概就边缘化了啊。对，所以他提早出来。那他的支持者大部分是支持川普的，50%以上是支持川普啊，大概有20%、20-30%可能他是支持民主党的，那另外20-30%就不确定，就是可能你不出来了，我们也不投了啊。是，那所以现在就要去调查每一个州他的支持，他本来在那个州的支持度有多少，那大概如果他的50%转到川普的时候，特别是关键的摇摆州，会不会对选情有影响？所以还是有变数，还是有一点变数。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要看最新的民调，就是今天贺锦丽这个给了他这个获得提名的演说 nomination 的这个 speech 之后，然后到底这一波民主党造势的结果冲出来的民调是什么？是不是已经让这个甘乃